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威克士的水枪 WU623。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水枪，也就是高压清洗枪。这一支是威克士的，目前威克士在市面上有几款同类型的水枪，我这一把型号是623，另外还有629、630，然后最新出来的话的是633。623、630跟633都是绿色的，使用大脚板的电池。629的部分呢是橘色机器，就使用小脚板的电池。这边有听说威克士可能会把主力渐渐都转到这个绿色机器上面，所以如果你要购买威克士的话，现在就不太建议再去购买橘色的机种，除非你原本就有橘色的电池。继续下去之前呢，请各位先动动手指帮我按个赞。那我们就开始咯。这种锂电式的高压清洗枪呢，主要贪图它的就是方便，然后轻巧，所以这种锂电型的当然不能跟传统的人家洗车场那种一整台的拖着走的那一种机器来比。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做居家的清洁或居家的 DIY 的时候，这种锂电型的清洗枪呢，就能带来更大的方便。我后面会有影片实测使用这支清洗枪来清洗冷气。一般像那一种洗车场或者拖着走的一整台的那一种机器，就真的不太适合拿来清洗冷气或家用电器，因为它的压力太大，很容易就会把冷气蒸发器的鳍片冲坏掉，或者冲变形了。在我实测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一支虽然已经是这一系列里面最基本、最轻型、压力最小的机种，但是还是要注意清洗枪的枪头还是要稍微距离鳍片有一段距离，会比较安全。太过靠近或者是直接贴着，多少都会有点伤害到鳍片。现在先稍微来介绍一下它这一系列的东西。像我这一支是623，是最轻型的。629因为是橘色，我这边就不想多说。630跟633都是绿色，而且是无刷的。这一支623是有刷的。按照数据来说，623这一支高档的平均的压力大概在20巴左右，630在25巴，最新款的633是38巴。所以其实我这一支623跟633的话，高压档的平均压力差了快1倍，所以我真的不太建议各位拿623拿来洗车。第一，它的压力比较小一点；第二，它的水流量也比较小。623的水流量高档是 2.6 升每分钟，630是 3.3 升，最新款的633有到 3.7 升。所以各位，如果你会拿来洗车，又会洗比较顽固的污渍或者是泥啊，或者是那种风干的鸟屎的话，建议你还是直接买633或630以上的。因为我主要是要拿来做居家的清洁用，太大的压力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也不需要太大的水量，所以我选择了这支623。这边配件的部分跟着623的话，就是一把枪，一根6米的水管，然后它这个是有夹沙的水管，就是比较能够耐高压的，然后跟一根长的杆子，以及它这个喷头，它这个喷头呢是5合1的，上面有角度可以调整。另外它也有其他的配件，但是那就是选购的，就没有在套装里面。当然你如果买带电池的套装的话，就会还有附电池跟充电器。623的话一般配的是 2.0 的电池，633的话它就是会配 4.0 的电池。充电器的部分好像也有点不太一样，623配的是一般的慢速的充电器，633配 4.0 的电池，它是配的是快充。这个喷头的话，它这是有0度、15度、25度、40度，还有花洒模式，总共5个档位你可以做调节。像我后面影片要拿来吸冷气的话，可以设定在40度，角度越大的话，喷的范围越广，然后压力也会越小。当然花洒模式也 OK， 40度的话清洁力会比较够。本来这一组想要拿来居家清洁，然后发现说它这个喷头不能直接接在机器上面，它必须一定要接这一根杆子，然后再把这个喷头接在杆子上面。以清洗冷气来说，这一根杆子就太长了，就非常的不好使用。
它另外有一款这个短的杆子，以623来说，短的杆子它没有附，那你可能就需要另外再购买。接上这个短的杆子之后，再接上这个喷头，这样子枪的距离会比较短，清洗一些家电之类的会比较好使用。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配件，这个也蛮推荐各位购买，它是一个弯头，它可以弯这样子，最大到弯到90度。在你清洗一些比较刁钻的角度的时候，这个头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你如果不需要弯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调成这样子直的，或者任何角度，最大大概就是到90度左右，像这个样子。它这个的设计，枪头出来一定要接一个杆子，不管是短的杆子也好，长的杆子也好，才能再接这些配件。看到这是金属头，这一种有点像我们奶嘴头那一种的。奶嘴头就要接在金色的这个部分，像这个奶嘴头就不能直接接在机器上面。这个部分的设计我就觉得灵活度没那么大，最好的话能够直接把这个头也接在这个机器上面，这样就很短，有的时候就会很好使用。然后要长的时候再接这种杆子，像这个弯头的话，一定也要先接一个短的杆子或者长的杆子，才能接这个弯头。你这弯头也无法直接接在机器上面。它这边附的这一根水管呢，它一头是有这个过滤网，这个过滤网你可以丢到一个脸盆里面，或者一个水桶里面，然后里面装水。启动机器之后，机器的这个头它会自动吸水。比如说你到户外去，到河边或者到湖边，你可以把这个水管直接丢到河里面去，那你就可以开始洗你的车子。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那居家清洁的话，你也可以提一个水桶，你就不用再另外接水管。提一个水桶到你要清洁的地方，然后它这个又是接锂电池的，你又不用插电，这样灵活性就会蛮大的。它除了这个滤网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浮球。这个浮球你可以调整这个滤网的深度，比如说你丢到河里面，你不想让这个滤网直接就沉到水底，你就可以调整这个浮球。这个管子的另外一头就是一般我们的这种快接头，它这个管子我看了一下，应该是2分半的。这个快接头的话，直接这样子插上去，就可以插到机器上面给水。要拆下来的话，就拉一下。这样子就可以拔下来。机器的这个头这边，它也还有做了一个滤网，像这个样子。那这个滤网有时候会卡脏东西，这是需要清洁。它也防止说脏东西卡到机器里面去，造成机器的损坏。这个滤网要稍微注意一下，它并没有锁住，要注意这个滤网不要掉了。它这个地方有做扳机的安全锁，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用。因为它这边按下去是蛮方便的，可是你反过来看，你这一边的话，它是平面的，你要按下去，你要用手指头这样子抠进去，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好用。它可以锁住扳机，以免那个扳机被误触。另外，它后面这边可以切换高档跟低档，我发现它好像要运作的过程中，你才能做切换。如果你没在运作的话，是无法切换的，因为它这个有点像电子式的，不是机械式的。耗电量的话，我实测洗冷气，我使用低档，使用 2.0A 的电池，洗完一台冷气，电池一格电都没掉。那我连续洗了2台，还是一格电都没掉。所以其实如果是使用低档的话，应该是还蛮省电的， 2.0 的电池就可以用蛮久。但是如果使用高档的话，参考数据大概是15分钟左右。这支枪除了接它附的这个水管，从水桶取水之外，你也可以把这个水管稍微改一下，直接就接水龙头也可以。但它这有一个问题，它这支枪不能止水。所以你只要接上水龙头，水龙头一打开，它这个水自己就会流出来。就算你机器不启动，它水还是会喷出来。后面我的影片会展示给各位看，然后会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给各位。最后它还有另外一个蛮好玩的配件，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枪下面接那种可乐瓶，比如说2公升的啊，或1.5公升的那种可乐瓶。它有一个可乐瓶的专用的转接头，你把可乐瓶里面装水，然后装上转接头，就可以直接倒在这个机器上面。这样子你就不用接水管，灵活性又会更高。你走到哪里，你就可以洗到哪里。
但是可乐瓶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可能很快没水，你要再加水。不过就是灵活性比较高。它也还有其他一些配件，比如说刷子啊之类的。那我这边就不详细多说。这支枪的基本介绍我们就到这边，后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实测的影片。我们现在就使用这支水枪来清洗一下冷气。这边模式我选择是 L 模式，就是小压力模式。因为我们要清洗鳍片，我们的水压不能太大。这边我选择使用短杆，再配上一个弯头，再用原厂的这个5合1的喷嘴。喷嘴的角度可以设在40度或者花洒的模式，尽量让水压小一点。这个冲洗的效果，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我可以看得到这边都很白，因为我之前呢是直接用水龙头接水管，然后用水枪来喷，但是水枪的压力不太够。有这一支高压清洗枪呢，清起来的话就会轻松很多。最后来看一下它这个清洗的效果，个人感觉是还蛮不错的，因为它的压力比较小。比较不怕说高压水枪把这个蒸发器的鳍片冲坏掉，因为这个也是一台差不多有15年的冷气机了，有多少都会有生锈的痕迹，但是起码看起来都清洗的还蛮干净的。看一下哈，这就是清洗出来的水，超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风鼓的部分，效果也还不错。配上那个弯头，弯头的话它就可以往上喷，这样子的话就不一定要拆下来才能清洗，也能达到一定的干净程度。这个冷气机的外壳部分呢，也可以使用这支枪来清洗，因为壳上面会有很多通风口，有的时候用抹布孔里面就没有办法擦干净，还要特别用小刷子在那边慢慢刷，很麻烦。我用这个高压清洗枪来清洗的话，就很方便。这边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支高压清洗枪它没有止水的功能，你只要接上水龙头，水龙头一开，水就自己就会流出来，就算你没有启动机器，它水也会流出来，就像这个样子。机器没有启动，但是水龙头它有一定的水压，它就会喷出来。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这个水管下方这边接一个球阀，这样子我就可以控制这个水的开关。那要不然你每一次都要跑到水龙头那边关水，非常的麻烦，而且非常不实际。所以我就装了一个球阀在这边，从这边控制水的开关，这样水打开，然后就可以使用机器来清洗。个人觉得这一支清洗枪对居家的 DIY 来说还蛮实用的，但是如果要洗车的话，我个人觉得力道是不太够的。比如说你洗窗户啊，或者是居家的地板的轻度的清洁之类的，都还蛮好用的。而且它机器本身是比较轻的。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我的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